院建于1978年，经历了40多年的风雨。那时候我们的父母还是10几岁的孩子，由于喜欢田园生活，喜欢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所以盘下了这座小院。老公呢，最近一直关注农村小院的改造，决定自己动手改造小院，追忆一下童年在农村生活的时光，同时也希望改造成理想中的模样，给孩子一个与众不同的乐园。我们会持续更新改造的过程，给大家呈现小院发生的故事以及所有的美好。请关注我们的宜心小院吧。小院改造的第一天，由于第一次收拾房子没有经验，那就遵循从里到外的原则吧。我们准备对屋顶、墙面进行升级改造，就干起了最脏的活——挖棚。小屋里面挺热闹，屋里屋外飞絮飘，以为干活挺容易，真正干起来累断了腰。老公说：“先有土，后有田。等小院改造完成了，我们就在凉亭里喝茶、看书。”孩子在秋千上快乐地玩耍，每天投喂鱼食，饲养小动物，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开始。我们是今天就干了一个大工程，挖炕。我理解的挖炕是把炕拆开重新搭建一起。火炕应该是北方的特产吧，南方的小伙伴估计一辈子也不用操这个心。由于老公的专业性几乎为零，所以请来专业人士帮忙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屋里的改造继续干。杨小曼同学预约了3天的电光终于来了。40多年的老房子，线路已经严重老化。我们本着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的重要方针，决定把房屋所有的线路进行改造更换。说着说着，这边的火炕已经搭建完成，升起了第一炉火，红红的火焰预示着我们日子一定会。今天是收拾小院的第3天，小院每天都有变化，各种拆，各种刨，留下这么多垃圾。这回轮到我们出马的时候了吧？我一个人不够强大，又请来了好朋友帮忙，毕竟人多力量大嘛。用这个小车运垃圾，还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小车，没有经验。刚开始还推着我，摇摇晃晃，迟能生巧，看我的小后腿走得还不错吧。第一次开这个小车，感觉太好玩了。虽
院外有一条小路特别窄，走辆小3轮都费劲，附近都是年纪大的老人，出行非常不方便。这件事儿压在我们心里像座大山一样。为了方便大家，老公请来了个大家伙。说着说着，他来了。给大家一个宽敞的道路，加油，开干！我遗憾睡觉观梦想花朵，任凭谁冷眼。大铲车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座大山移走了，修建出了一条宽敞的道路。今天又有大动作了，老公把同学的挖掘机请来了，谁知道又闹什么幺蛾子。农民的孩子真是不浪费每一寸土地。爱折腾的老公今天又带我跑到他好哥们的果园去挖果树了。到了才发现，这个果园也太大了。2天时间终于快完工了，马上接近尾声收工了。但是还有一项大工程，这个是需要往上围铁丝网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喷漆还是不喷漆，正在考虑中，大伙儿给点意见。大家期待已久的鱼池今天终于动工，隔壁的大爷又来帮忙了。有这样的好邻居真是幸福。老公也当起了小工，我们这里的小工每天150，我看他也就值70。挖工干活他都不知道上砖，在人家的指挥下才知道干啥活。唉，其实也难为他了，以前家里也没干过这么大的工程啊。应该是下午4点钟，这个玉石今天已经初见图样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大概是这么一个形。
上7点多刚到小院，邻居大爷背着喷雾器来了。这样的好邻居，我真心想给您点100个赞。趁着天气好，小菜园又种起了玉米。想想夜市烤玉米的味道，忍不住流下了口水。大家一直担心的鱼池下水问题，今天也解决了。为了这个下水，修了一条20多米的管道。小院鱼池终于修建完成了。看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，真想趁这个雨天睡个懒觉。每天看见小院的变化，累并快乐着。这里是宜心小院，请关注我们吧。虽然下雨，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狂热，决定趁雨天到小院去一趟，看看雨中小院的样子。到了小院改造以来，离不开家人和朋友的大力支持，每天都不辞辛苦，不怕脏不怕累，在此表示感谢了。繁华的城市中见惯了灯红酒绿，也许小院才是我们净化心灵的归宿。每天辛勤劳作，换取收获的果实，感觉特别充实，也特别踏实。想想以后坐在庭院中观景赏花，凉亭中下棋赏鱼，真是惬意。最后还要感谢网络上所有对我们支持的朋友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改造的动力。待小院建成时，欢迎大家前来做客，一起交流经验，分享喜悦。这里是宜心小院，请关注我们吧。关心咱们的小院建设的规划，这个是小院的西侧，是一个鱼池。这个鱼池呢，今天把这个里面抹上了灰，然后这个底儿还需要再抹一遍灰，然后做防水。外面呢，再重新抹一次那个防水灰。这是小院的西侧，在我这个位置呢，是一个凉亭，正好是在2棵树中间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呢，刚好是在能就着树就阴凉，然后呢，凉亭的北侧还能观赏鱼。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秋千，那个位置呢是一个木质的厕所。这一侧呢是东侧的，这个位置是到鸟笼中间有一个空隙吧，然后是养鸵鸟，到这个墙这个位置养鸵鸟。这个呢是孔雀楼，这个焊东西的这个是我好哥们儿，来跟大伙儿挥挥手。目前啊34，单身。有合适的大伙儿可以给介绍一下。然后这个是花池，在墙的2侧花池。这个狗笼呢是跟那个孔雀笼一起上那个顶，狗笼子呢放在现在的砖垛的位置。这条路呢是准备铺一个青石板的路，3米宽。这侧地下呢是红砖，因为是养殖孔雀和鸵鸟，需要砖和沙子。这一侧的地面除了建筑以外，全是绿草地，就是足球场的草坪。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，可以在评论区评论或者是私信我们。感谢大家一直对小园建设的关心和支持。在小园建成时，欢迎大家前来做客。咱哥俩好好配合，早点收工。必须的，咱俩配合效率高。来，我放你敲上你装车里，看这活效率高吧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嘛？车满了，推走。好嘞。对，就放这。我太难了。来，平场地我专业。2分钟一车，效率高吧？好兄弟，那还说啥了？又满了，推走吧。请来的业余袜只是用了1天时间，终于把花池砌好了。
制作孔雀笼底儿，真是费尽了心思，从选择材质到颜色，走了不知道多少家。这样要求完美的老公，我也真是服了。我们定做的板子正在制作中，今天笼顶开始施工，为了进度快，请了3个工人师傅。我们这次是综合网友意见，选择了5厘米厚泡沫的双层彩钢板。大风天噪音小，夏季隔热性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造价有点偏高。人多就是效率高，快到中午已经完成1大半了，午休喽。哎，天公不作美，又下起了小雨，只能停工。都说春雨贵如油，我希望这场雨对春耕起到一定的作用，更希望庄稼能够五谷丰登，农民能够粮仓满满。今天的天终于放晴了，师傅们效率很快，我们的孔雀笼终于完工，等待孔雀的到来。这里是宜兴小院，请关注我们吧。今天是5一劳动节，我们都在劳动，每个人都在忙着。鱼池磨面，防水做完以后，最后一面。我们这家开始铺砖道。这真是劳动节呀，每个人都出门了。我们在进行现场。今天大爷又来帮着我们切短视。大爷干的都是技术活儿。最后一个质量大铁锅，今天在试锅，准备5一放假期间来一盘铁锅炖。鱼池完工了，我们开始给鱼池浇水养生，需要1个星期，然后开始放水、反碱，最后才可以消毒、晾水、养鱼。貌似这是个很长的周期。一个可爱的大自然又来参观小院了，貌似他也喜欢上了这个小院。今天是周日，去集市上买了几只小鸟，看见它们在大笼子里撒欢的飞翔，也许是它们在小鸟笼里关得太久了吧。后院的小菜园都长出了小嫩叶，多撒种子就会收获希望，这就是土地神奇的力量。梨花都开了，今年比往年开的更多。等待收获的时候，我们来一起分享果实。这里是宜兴小院，请关注我们吧。前几天老公又折腾着要换门窗，一咨询门窗店需要6000多，我坚决没同意。今天又把我拉到2手门窗市场，价格低了1半多。这种雷厉风行的性格，我也没办法。其实我也明白，这是又让我来付款来了。门窗买回来了，可是自己安不上，只能请来一位老木匠。因为老房子换门窗和新房子不一样，需要改造窗框结构，这种手艺在我们这个年纪估计是失传了。这个小工又上场了，学得了瓦匠，办得了木匠，估计以后会是个全能型选手。在师傅的指导下，这个小工干得不错，晚上决定给你加菜，给你加俩鸡腿。换完窗户的小院是这样的，貌似比以前漂亮了很多。
假期已经过去，法定假日是5天，小院只休息了1天。今天是5月6号，继续开工。但是出门之前没看天气预报，这天啊又刮起了大风。我们今天对小院的主路进行施工，用大理石摆了几个造型，之后用河石填冲路面。今天就干到这里了，现在嘴里已经都是土了。铺路预计3天完工。由于大风天气，鱼池的总深是1.7米，现在放水是1.1米，再放10公分的水，放到1.2米，咱就可以放水。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鱼池，这个呢是咱们的出水管啊，就是进水的，然后那个水管呢就是排水管，往出抽水排水的。现在这个水深呢是1.2米，总高呢是1.7米，上面有这个空间，然后呢大概有个洗澡，然后放一个泡水今天完事儿了，咱们需要是泡这个池子反碱15天左右，然后再用泡泡三角刷一遍池子，最后呢放水3-4天。大家还记得旁边被我们拓宽的那条小路吗？老公在这里发现了宝贝，废墟中有好多5颜6色的河石，我们将变废为宝，用这些石头铺垫院内的主路，这样既节约成本，又比较符合小院的气质。老公绝对是个说话算话的人，上次说带我去捡石头，这次果然没把我忘了。哎，咱也没啥技术，也只能干点这体力活了。看这些小白石头的颜色多好看，拼到一起5颜6色的。这条路我相信已经被玩完了。看我在这9蹄袜的操练起来了，想象是挺美好，最后咱也不知道能铺成啥样。不说了，我得去捡石头了。我太难了。用了1天的臭美够了，继续干活吧。理想跟现实总是不太一样，接近30度的天儿，把本来不算白的老公晒得更黑了。把一小块一小块的石头埋在地里，属实是个大工程。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，争取明天完工，给大家呈现最美好的画面。小院改造以来成了快递的战略合作伙伴，每天都收到好多快递。今天不知道又买回来什么东西，一趟又一趟的倒腾了好几次，居然还有个大箱子。终于倒腾完了，我很好奇这个大箱子是什么。来吧，拆箱揭晓答案吧。好多网友啊说咱家这个鱼池没有过滤，今天那个大伙期盼的过滤啊终于到了，我也是来头一次看看什么样。啊，这个过滤的规则够用。这个咱们在网上人说法，白钢的过滤放在室外的比较适合，因为空调的问题啊，当时就没说。一直以来小院都没有厕所，老公非要做一个木质的，
今天碳化木板到货了，为了节约成本，我们在小院拆煤棚的时候留下了几根能用的木头，一部分用来做厕所的框架，还有几根留下来做凉亭的柱脚。33度的天气真是辛苦了老公和他的朋友，还好带了2顶凉帽，为他们遮挡恶毒的太阳。主要是我这个摄影师没有帽子戴了，晒跑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框架和顶就做出来了。后院大爷听见声音也来参观指导，顺便看一下张二黑的。家人们，昨天由于下雨的原因啊，把这个厕所没有完工，今天呢把这个板剩下一侧了给它上完，然后上边呢这个叫沥青网，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用，我看看就是把这个盖儿铺上，还起到一个防雨作用，争取今天完工。好好干，今天给你夹菜。好嘞，老板。用了将近1天的时间，这个油毡瓦终于做完了。准确的说是大半天吧，主要是下午太热了，休息。还有5公分，这个放完了，是上午10点半开始放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咱们这鱼池1.7米深，准确来说是1.67米。好多人呢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那就说这个鱼池太深了，然后咱们放水的水位呢是在1.1米，流了60公分，1.1米深的水。老公对着鱼池又是一顿洗刷刷，一说快放鱼了，没事就在手机上查询养鱼的技巧。在此还要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后续会对鱼池加装保护措施，提高安全性。总是说鱼池像泳池的，趁没放鱼之前可以免费游泳，请自备泳装。带大家来看看雨后的小，由于上午是下雨，我们才来也没能干什么，过来喂喂张二黑，鱼池的水正常过滤。再等呢，到了午饭的时间，还得喂喂它。看来我做的比较成的方式，效果还是不错，下了1夜的雨。电还正常供应。一直以来都忙着改造前院，作为后院小菜园主人的我不高兴了，决定让老公把后院也改造一下。东倒西歪的墙有点难为他了。最近后院总是有小猫小狗来串门，把这门先给我研究上总可以了吧？领导指示了，没问题。先研究门，再研究墙，争取把后院也变成一个美丽的小菜园。好好干啊！晚上给你夹菜。现在该说不说，干点啥都不用愁了。以前啥也不会干的人，现在学到这样真挺不错了。我们用之前建厕所剩下的木方和旧木板拼凑成一个简单的木门，算不上美观，但还算实用。小栅栏门做好了，剩下最后一步安装。看着这门呐，再看看这个墙，真得抓紧时间修一修了。近期得找几个帮手修复下这个墙了，有没有自愿报名加入劳动的呢？发芽1个多星期了，在网上一共买了50颗，发芽的只有20颗左右。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有知道原因的，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在院内取了一些比较肥沃的土，加上水就可以栽种种子了。这种玩泥巴的活儿还是交给老公吧。开花以后拍照的活儿我还可以。来到小院，每天都忙忙碌碌，特别充实。用自己的双手把小院改造成喜欢的样子。
大家是不是同样也喜欢上了这里呢？又来小院了。今天我们这里又是一个阴雨天，虽然是雨天，还得来小院，主要是得给张二黑喂食，还有小鸟们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窗台上种的多肉，下一步想用防腐木做一个框架的花盆。今天我们用剩下的碳化木和木方来做多肉的花盆。由于天气太热了，只能在屋里干活。这个木匠没有设计图，也没有参考样式，我真怀疑到最后能不能做成。吸取上次的经验，这次把尺寸量好。
挂到这个景观树上，放在这个位置。行，这样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谢谢阿里了啊，谢谢了，挺漂亮的啊，手工制作的小脚窝。小院这两天的雨水比较足啊，草啊生长的也比较快。咱们今天下午这个小院除草。小花都长得很茂盛，但是因为长得太高，都倒下了。我们家大木匠决定今天拯救一下我的花池。围栏做好了，谈不上漂亮，但是很实用。这里是正在改造中的宜兴小院儿。向日葵小苗啊，长出来了。咱们当时一个里面放了2、3个种子啊，然后这个就是有多的。昨天问了一下大家，是需要拔出来，挑一颗最壮的呗，留下呗。然后正好是雨天，这样的去除掉，留一颗就可以了。挑一个最壮的，哪个长势好呢？留哪。看这个，有这大的。其实这个还可以按盆栽种的，没有位置。这小草种，这发芽率都高了，没长。小菜园的土豆成熟了，趁着晚上天气凉爽，我们来起土豆了。第一次种也不知道收成怎么样，先拔秧子，期待能有个好的收成。老公给同学打电话，带着工具来帮忙。一开始用镐刨了几下，土豆都刨坏了，还得是人家这专业的工具。不得不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。记得小时候家里种过地瓜，都是一下一下刨的，现在这工具既省时又省力。可能是人家用的好，一会儿功夫全搞定了。看着翻出来的满地土豆，特别有成就感。想吃铁锅炖的小伙伴们有口福了，自家产的绿色食品，来的评论区抓紧报名。大家看看，这是收进来的一部分，继续收土豆去了。散会。小院滑梯又着落了啊！咱们今天给它拆了，不会翻新。滑梯运到家了啊！咱们准备给它进行一个翻新啊，2手买的，价格比较便宜。然后小院里给那个增加一个儿童娱乐的东西啊。谢谢李阳了，谢谢。这面墙熟悉吗？家里面这样的墙的时候，你几岁？对这个缝纫机再熟悉不过了吧？那个时候母亲都是很晚睡觉，给我们做衣服、补衣服。是不是现在好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了？有知道的小朋友吗？这样的钟声，你有多久没听过了？这个厂家啊，现在也不知道在不在了。当年啊，这个结婚的时候，镜子和这个大开缸子是标配。小时候啊，我认为这个不是普通的箱子，是个百宝箱，
因为家里边好吃的好玩的都是在这里边拿出来的，而且当时呢这个是有锁的，上锁的啊，那个时候没少在这里边偷好吃的，好不容易找个钥匙，母亲总是换地方。一进小院7080诡异小屋正在改造中，喜欢的双击加个关注吧。看你这乐呵的什么情况？在哪儿弄的这些东西呀？又脏又旧的。这东西你就不懂了，这个画至少都有50年了，看见没？这个桌子，来你看一下，这个桌子是我爷爷那个岁数的，那个时候的这个工艺多好，咱们到时候给它修复一下。这桌子别看破，至少有40-50年了，咱们到时候给它翻新了啊。咱们把淘来的这些宝贝啊，给它重新翻新一下，让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，然后给它放到这个怀旧小屋里面啊。大伙儿期待效果吧。某宝上买了几个点缀小院夜晚的太阳能灯。话不多说，直接上操作。这一次把它这里，怕它较上劲以后，它不捏人啊，怕它不捏人，拍那个。都窗台都是锁的，啥心？你先整开电脑吧。一位富豪买了块地，修了别墅，后院种有多棵100年荔枝树。当初买地时，他看中的就是这些荔枝树，因为他老婆喜欢吃荔枝。装修期间，朋友劝他找个风水先生看看，以免犯煞。原本不怎么信这套的富豪，这次居然表示赞同，专程去香港请了个大师。